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3平台一番破万领跑，85花其他顶流仍在追赶。赵丽颖3大平台一番破万的消息刚出来，评论区就炸了锅。有人说她天生带巨命，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平台算法又在玩新花样。网络上的击掌声和嘲笑声混着一锅粥，味道倒挺像深夜路边摊的麻辣烫，辣得人一激灵，偏偏还舍不得放下筷子。其实这局面我早见怪不怪。赵丽颖不是那种一夜暴富的天选之女，她更像是个卷王原型。小时候在农村田埂上追鸡，长大后在横店片场熬夜。2013年那会儿，她还在被各种拼命三娘梗嘲笑。可现在85花里头，她成了唯一一个3大平台一番破万的代表。这成绩单搁谁身上都得先在朋友圈炫3天。杨幂的生万物，唐嫣的繁花，刘亦菲的玫瑰的故事，刘诗诗的一念关山，每部戏都有大动作。但你要说破万这事儿，扔在赵丽颖的履历上，就像一双旧球鞋穿进了冠军领奖台，谁都知道这不是踩着幸运云梯上来的。唐嫣3番破万，猛是真猛，可主翻破万和配翻破万，观众心里门清。娱乐圈的暗流远比表面热闹。85花这场比拼，说是姐妹情深，私下里谁不是卯足劲想抢头牌？有时候我甚至怀疑粉丝的争吵比演员们自己还拼。数据控们老盯着播放量，仿佛只要数字够大，谁都能封神。可现实骨感得很，你刷得出热度，刷不出5年后还有人记得的口碑。知否弹幕还活着，幸福到万家还在被乡村题材研究。真正的持续稳定流量，不是一夜爆红，是能在热搜冷却后还留个余温。说破万靠买行，平台早就被盯得跟防守梅西一样严密。真正的破万剧的作品本身带得动观众自来水。赵丽颖这些年选剧眼光和角色投入都挑不出什么大毛病。她接戏不是为了蹭热度，而是几乎每次都像在拼命补作业，一次次把自己推到全新的赛道。你说这是领头羊？我倒觉得更像是马拉松最后1公里还在加速的老兵。平台算法、流量红利、资本运作，这些词听起来高大上，落到演员身上，其实就是一场谁能熬、谁能稳的比拼。杨紫、虞书欣后浪卷得也猛，等着接棒。可85花的集卡游戏，赵丽颖已经提前毕业，剩下的只能慢慢补作业。娱乐圈有点像 NBA， 每年都要等新秀上场，可老将的稳定发挥才最让人服气。说到观众，网络舆论场有时候也很离谱。一个平台破万，评论区就能分出800种流派。有人专门盯着别人家的芝麻小事不放，自家西瓜丢了都不觉着可惜。娱乐圈就是这样，没人关心你背后的努力，所有人只记得谁先破了记录。数据到底能不能说明一切？我更信观众用脚投票，毕竟时间才是最大的 SEO 关键词。85花们谁都不傻，杨幂搞事业，唐嫣谈商业，刘亦菲端着仙气，刘诗诗主打文艺。赵丽颖的村姑逆袭，成了无数小地方姑娘的励志模板。她身上的那点土味，恰好让观众觉得亲切。毕竟谁没在生活里被低估过？有时候逆袭比原地踏步更让人感动。娱乐圈像球场，规则说变就变。今天你还是顶流，明天可能就成了热搜边角料。赵丽颖的破万到底能火多久？打个包票没人敢说。也许下一个3大平台大满贯的不是杨紫，也不是虞书欣，可能是哪个现在还在剧组端盒饭的小透明。奇迹这东西谁说得准？其实细想，
赵丽颖们的破万大戏，不只是演员们的比拼，更像当代社会的写照。谁不在朋友圈里卷？谁不是一边怀疑人生，一边又拼命往前冲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赛道和焦虑。梅西和 C 罗拼到最后一刻才松口气，赵丽颖也一样，背后是无数次被否定后的死磕。有意思的是，观众永远比演员还在乎成绩。数据一出来，大家像围观世界杯点球大战，争得面红耳赤。可真要到终点，记得住的往往都是那些不服输、不怕摔的选手。赵丽颖的故事和体育圈的老将逆袭何其相似。你说，娱乐圈里下一次会是谁破纪录？或者说，这场不见终点的比拼，你还会继续围观吗？二，他们谁更接地气？素颜演技背后的真与假。同样是演农村妇女，一个是从金窝窝掉进泥田坎，一个是土里刨食长大的狠角色，谁更接地气？眼下网络上吵得像爸爸言上的麦克风卡了壳，有人盯着肤色做判断，有人盯着眼神下。可接地气真就等于黑一点脏一点？还是得看人看路，看那股活得拧劲儿的劲道。先把事儿摆拢。近日年代剧《生万物》热播，杨幂演的宁秀秀成了讨论中心。这个人设从前半生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骤然跌进乡野，命运拐弯升得急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提前下乡体验，跟着老乡插秧、喂牲口，干活把手磨出茧子，外形上还给自己加了10斤分量，镜头里基本素面朝天，不再靠滤镜吃饭。另一边，观众很自然把她和赵丽颖拉到一条横线上比较，后者在《幸福到万家》里演的和幸福是生在万家庄、常在万家庄的地道人，说话自带乡音，直来直去。结婚那晚光脚踩椅子抱膝而坐的细节，把很多人瞬间拉回土房子的潮湿气味里。于是争论来了，有人嫌杨幂太白，不像农民，也有人夸赵丽颖黑黑脏脏才真实，还有人补刀，一个讲蜕变，一个讲坚持，不用比谁更像农民，紧要的是把人演活。如果只拿黑不黑当尺子，那就有点把戏台子唱窄了。宁秀秀的难点不在土色，而在断裂。她不是土里长的，她是被命运按在土里摩擦的人。新婚夜遭遇变故，被人掳走，后来嫁给救她的大脚，从此被迫上手农妇生活。这种从高台坠的落差最容易假。杨幂这次的选择是从外形松绑、素颜、增重只是开门动作，真正扛戏的是眼神里的塌方，从傲气到憋闷，再到悄悄学会把腰弯下去，但骨头不弯。台词节奏也往下沉，举手投足没了精致，添了点粗粝气。你说他白，这白恰好是角色被精细养出来的痕迹，是他前史的一部分，然后在田里慢慢被风吹雨打改写，这种改写才叫戏。和幸福是另一种硬，他从土里汲营养，拐弯不多，路是直的。赵丽颖演法的着力点在稳，走路带风但脚跟沉，吵架不绕弯子，乡音不做作，小动作里全是熟人的烟火气，细枝末节比如脖梗的晒痕，像生活给的章。他的接地气不是跌落的痛，而是日复一日的韧劲儿。两相一比，一边是落差落地，一边是土壤滋养，硬要用同一把尺，当然就会量不准。演技讨论最怕只看皮箱，接地气应当看3件事：人物逻辑顺不顺，语言和身体是不是一个频道，处境变化有没有回声。这3条，2个角色都各自占理。宁秀秀的弧线大，难在转折不拧巴；和幸福的弧线长，难在恒定不板滞。说点身边的事，才好摆龙门阵。昨晚我家楼下的王阿姨一边削苹果一边追生万物，嘟囔：“这个秀秀手上有茧子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像是被生活打过板子那种。”
他是土生土长的城郊人，对剪子和眼神很敏感。我的表哥在川西做过原生意，农忙歇口气看了2集，笑我白咋个了吗？镇上教书的媳妇下田也白，干2季就不白了噻。要看他手脚怎么用力。他说杨幂拎鸡喂牲口时的护手小心思还像个大小姐，但后面插秧时腰背开始服软，这就对了。另一个打工妹朋友在火锅店端盘子，听她说起杨幂有一场崩溃戏，那种眼神我懂，像打工第1年工资被拖，硬是要把眼泪咽回去，嘴上还要说可以。而我老家的婶婶对赵丽颖情有独钟，和幸福像我们村里那个爱打抱不平的幺妹儿，婚礼那天坐姿我妈都骂不文雅，但她那个劲儿安逸。这些零零碎碎的反馈比一堆技巧清单好使，因为它来自生活的砧板。把镜头拉远，争论背后是观众的真实性焦虑。过去几年我们被磨皮滤镜脸喂太久，忽然看见你点子就想一股脑扑过去，恨不得谁黑谁就赢。但现实是，城乡叙事里有黑到发亮的劳作，也有白的突兀的断代。把所有女性角色都往晒黑脏脸的单一路线赶，是另一种偷懒。演员转型也一样，不是换个妆造就能脱胎换骨。杨幂这次把体态、声音、节奏都做了下沉处理，把观众从她的流量影子里拉出来，这是可见的功夫。赵丽颖这几年在正剧里走出了稳定的生活派，靠的是细节耐心。行业层面更需要的是让角色的社会学底色被认真对待。宁秀秀的受教育背景、阶层坠落后的生存策略，笔下要写透；和幸福的香闺明约，人情脉络也要写活，否则演员再用力也是空摔。观众的接地气评判，最好从看得见的你升级到看得见的命运逻辑。黑衣点不是目的，活得像这个人才是门道。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谁更接地气？要我说，看你更容易被哪种真实击中。是宁秀秀从云端跌落泥里的痛感，还是和幸福在泥里扎根开花的韧性？一个是变，一个是守。年轻观众更容易被变抓住，看到眼神里的崩溃就心口一紧；年长观众更懂手，看一眼晒痕，听2句乡音，就觉得这就是我们。两者都在给观众提供理解女性的不同路径，一个告诉你阶层跌落也能活出体面，一个告诉你土里长大的也能走出路子。对演员而言，接地气不是一次角色上的下乡考察，而是一套持续的创作方法，敢素、敢笨、敢把表演节奏交给生活。对观众而言，别让肤色绑架了判断，学会从动作、呼吸、语言节拍里找真。再把话筒塞回你手里，你更记得谁的乡音，谁的眼神。你觉得接地气，该给黑衣点投票，还是给讲得通的人生点赞？摆起龙门阵，我们在评论区见。